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主播李幸福。中国政府一向在宣传上投入大笔资金，各种大内宣、大外宣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一直都是由政府最高级别亲自部署执行。可最近咋回事儿？这宣传机器像是漏了气，一个接一个爆雷，网友们都笑疯了，群嘲模式彻底开启。今天的视频，咱们就来痛痛快快盘点一下最近被回旋镖砸得鼻青脸肿的爱国主义赛道吧。就说刚爆出来的事儿吧，全网最出名的爱国表演艺术家司马南摊上大事儿了，偷税漏税，罚了900多万。这哥们儿在抖音、微博、头条上可是响当当的大 V， 全网粉丝超5600万，靠着极端民族主义口号横行网络，反美斗士的名号喊得震天响，小粉红战狼们追着捧场。早年被扒出在美国买房都没能把他拉下神坛，可这回呢？税务局大数据一出手，2019到2023年隐匿收入、虚假申报、少交460多万税款，实锤砸下来，爱国这门生意算是露馅了。现在就连晨练大爷也跳出来大骂司马南，这下这个爱国大 V 彻底凉凉。有网友爆料，司马南已经坐上飞机走了，目的地不明。不仅国内的爱国表演生意彻底崩盘，就连漂洋过海嫁到台湾的爱国戏码也被人家一脚踹停了。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因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武统台湾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等言论，大陆籍配偶刘振亚遭台湾移民署废止依亲居留许可，并被限期在3月25日前离境。在网上开启卖惨模式的亚亚更是遭到国内网友的集体吐槽，回来吧，感受祖国妈妈的温暖。求锤的锤，自己挖坑自己跳，演技满分。这翻车速度堪比马斯克发射的火星飞船了。从一个普通的抖音博主到被台湾移民署废除居留资格、限期离境，自称爱国的亚亚用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演绎了从风光到落魄的荒诞剧本。虽然中国政府3月12日用宵小之辈为虎作伥痛斥举报者，但这种表态不仅只是色厉内荏的泛泛之言，也让亚亚的爱国标签更像个笑柄。截至3月23日，亚亚的社交账号内容被清空，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即将灰头土脸离开台湾。网友们一针见血地点评亚亚，爱国到自己头上就怂了。他的爱国不过是流量密码，真要回大陆面对现实，他跑得比兔子还快。鸡鸣狗盗，为虎作伥，必遭严惩。虽然中国政府在支持亚亚方面力不从心，但是在国内造神还是不遗余力的。当3代祖传养牛绝技的全国养殖户都在亏钱，一个女大学生却实现了带领村民致富的养牛传奇。于是，经过几亿网民热议群嘲，中共的宣传机器又造了一个新成语“照招养牛”。造孽！在3月11日的中共人大代表的代表通道上，河南省南阳雅民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昭接受媒体采访，称自己2008年大学毕业2年后，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想不到的决定，放弃郑州的稳定工作，回家乡南召县养牛。从最开始的50头牛的小牛棚，发展到拥有9栋标准化牛舍、4000头肉牛，年产值6000万元，带动周边500多户农户参与肉牛养殖。他表示，对年轻人来说，农村农业都是大有可为的天地。网友普遍表示质疑。最近几年养牛户普遍亏损，赵昭养了4000头牛，是怎么能盈利1000多万的？何况4000头牛的投入资金需要多少？大棚、人工、草料、场地。
一个毫无养殖经验的大学生凭啥？据粗略估算，养4000头牛的话，购买牛的成本、场地和设备、饲料成本、人工和其他费用、应急资金等就要接近1亿元。一位名为尼泊尔海之恋的网友说，整个南诏县黄牛数量加起来恐怕都不到2000头。操！中共政府的宣传机器接二连三地沦为笑谈，本质暴露了在经济急速恶化的大环境下，政府宣传部门也无法独善其身，对前途深深的焦虑，还有隔三差五欠薪的尴尬，都导致了这种前言不搭后语，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在网络信息极其透明公开的今天，政府也无力再霸占话语权。正如王小波在书里写的，有些地方天天都是愚人节。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